Hello， 亲爱的美食家会员们，大家好，我是 CY。今天继续奥布路的系列148，我们讲一篇筛子破。今天有个朋友问了我一个很搞笑的问题，他说呢，那基督徒得着救恩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啊？这问题属于是老掉牙的问题了，我估计我回答了800遍了。但是呢，我们最近在讨论无条件的爱借助这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无条件的爱哈。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呢得救了，救恩不会失去，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呢？这就是关于自由的问题了，是不是？自由，那我自由了，我不管做什么我都可以得救啊，那我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呢？那就看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就是为了得救的话，那你确实可以随心所欲，而且你一直其实都是在随心所欲，只不过你自己以为你遵守了这个那个，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我想跟这个朋友说呢，你随心所欲，我也随心所欲，咱们两个其实都是随心所欲。那他在担心什么呢？他担心那我随心所欲了，我去杀人放火怎么办呢？是不是？他担心这个事儿。朋友，我也随心所欲啊，这就是自由嘛，是不是？我们活在自由里边，那我的自由是什么呢？我被这份热爱所驱动啊，基督的爱的激励着我呀，所以我是不是随心所欲的去传讲福音呢？随心所欲的去传讲真理啊，随心所欲的去帮助其他的人啊。这好些朋友各种问题咨询我我这一天800个信息有的时候这个没有时间回，抱歉我尽量回生活的各种问题，各种烦恼各种心灵的创伤，各种亲子关系、教育问题经济问题这个婚姻问题过来咨询我，那我得花我的时间去帮助这些人，那我乐在其中我随心所欲的帮助其他人，对不对遇到有的需要帮助的了，我随心所欲的奉献支持鼓励劝勉安慰造就，我随心所欲的做呀。那这就是我的自由那为什么你随心所欲的时候你就想杀人放火呢？那你说这个同样是随心所欲，大家想做的事情它不一样，这个根本区别在哪儿呢？其实在于这两个人的灵魂的状态不一样，也就是说这魂的更新程度不一样，是不是？这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长大成人还是婴儿，那与那个奴仆没有分别悔改什么呀？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一日更似一日的更新，那就是更新的程度不一样呗，是不是？基督徒生命成熟度不一样嘛。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意识接近无条件的爱的这种程度，你越接近，你的灵魂频率就越高，你的意识频率就越高，那么你所表现出来的就越倾向于无条件的爱的这种意识倾向。那么你在这种倾向里边，你随心所欲，你所做的就是和爱有关系的事情。那你如果离无条件的爱很远，走向反面了，那你心里边全是憎恨、苦毒、嫉妒、纷争，全是这种东西的话，那你的随心所欲那可不就是杀人放火吗？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它跟救恩没有关系，它跟什么有关系？它跟一个人的灵魂成熟度有关系，也就是魂的更新，它跟这个有关，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无条件的爱是不是？因为你的信仰不仅仅是救恩它还关乎你在这一生当中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它还关乎你所得的诸多的启发，就是你灵魂的一个体验，也包含着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灵魂。我说的一个是本体的灵，一个是你在世界上面的魂，这两个其实都是灵魂，只不过维度不同你的灵拥有自由意志，我一会儿讲一下我们如何去链接这种自由意志，其实就是通过无条件的爱。所以解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呢？是可以随心所欲，但是你的随心所欲是在哪个范围随心所欲，这是你的灵魂成熟度决定的，对吧？你可以自由的吃东西，但是你从来不会想，那我可不可以自由的去吃石头呢？你根本不想吃石头，这个东西它不在你自由范畴里边，你不吃石头这件事情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自由，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去吃它，对不对？
所以我不杀人放火，我不会觉得这是我失去了什么自由，因为那个事儿它不属于我自由范畴。我想干的事情都是在爱的这个范围里边的自由，所以所谓自由一定是有范畴的。那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自由的范畴呢？它是不是你的灵魂成熟度啊？它是不是你的心智、你的思想、你的意识接近无条件的爱的这种程度啊？这个东西才决定了你的自由在哪个范畴，对不对？你的自由不是在谈论得不得救的事情，这个事情你已经得救了，是不是？好些人老担心这个救恩不失去，救恩稳固之后，然后就杀人放火去了。亲爱的朋友，那可能吗？那这世界上他不信耶稣的人，他也不是个个杀人放火呀。就是杀不杀人、放不放火这个事儿，他跟那个信仰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上他有法律，这个世界上有道德，有社会意识形态，有诸多的人际关系，有各种的利益关系，各种东西综合，万事互相效力。这世界上的人们的行为有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它都是有着范围的。而这件事儿它不是信仰作为决定的，对不对？你信仰真正决定的是你比这些人更高，对不对？他们是为了守法律，不杀人放火，他可能心里边也恨人。我们是活在爱当中，我们是帮人还来不及呢，是不是？帮助其他的人，怎么会去杀人放火？怎么会去什么偷东西？那可能吗？亲爱的朋友啊，这个我讲了10年恩典了啊，这无数的人一直在纠结这个事儿啊。如果救恩稳固了，杀人放火怎么办？那根本不认识神的人，人家都没杀人放火，你怎么因为得救了，你这杀人放火去了？你这人得多坏呀！我这想不明白啊，朋友，这真是理解不了，有时候这事儿啊。我给你个经文吧，朋友啊，加拉太书第5章22到23节，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5章22到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后一句话看清楚，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你随心所欲啊，你随心所欲的爱，谁能禁止你呢？你随心所欲的去帮助别人，去利他，去传播真理，去传讲爱的道理，你去爱别人，谁能禁止你呢？对不对？这就是随心所欲啊，这就随心所欲，你随心所欲的去爱呀，没有律法禁止啊，你这不是自由吗？对不对？为什么一提到自由，你老去想杀人放火呢？我们的自由体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做我们热爱的事情。我们热爱的是什么？我们爱的是真理，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温柔、信实、良善、节制，是很多人都能背哈，背的比我好，对不对？你在这个范围里边自由，那你的范围是什么东西决定的？无条件的爱，你接近他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啊，好了，我们今天讲这个筛子的问题啊，筛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上一篇呢讲到了这个有一段经文啊，说魔鬼到处寻找啊可吞吃的人。我们现在上一次解释过了啊，这个吞吃的其实是说能量。那么这个经文是谁写的呢？是彼得大兄弟写的啊，彼得大兄弟。这个各种各样的使徒啊，他们的经历不一样，所以他们所写的圣经里边的内容的倾向性也不一样，因为这跟他们的经历有关啊。你看保罗他经历了一些神迹奇事啊，他得启发，他明白了预定的拣选啊。你看约翰是那个最靠近耶稣的啊，怀里边的那个最爱的那个门徒啊，约翰就讲到神就是爱啊。彼得讲到了这个，当然我们不是黑彼得哈，彼得也非常棒啊，但彼得讲到这个魔鬼到处吞吃，彼得怎么知道这个事儿了呢？因为彼得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边记录了彼得的一个故事。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主又说，西门西门，这个就是彼得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就是著名的彼得3次不认主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啊。彼得还承诺呢啊，后边经文，主啊，我就是与你同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叫，你要3次说不认我。
彼得怎么知道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吃？因为他曾经被吃过，他被吃过。当然这个吃的不是灵魂啊，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不用怕他。你记住啊，魔鬼对付不了你的灵魂，因为你的灵魂在耶稣的拯救的手里边啊。耶稣说我的羊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这个是在讲灵魂的本体，你的灵是妥妥的，你不用担心啊。但是魔鬼确实能够对人类造成一些影响，甚至于对基督徒造成影响，要不然那个圣经也不用写这个事儿了啊。能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它能降低你的灵魂频率，也就是说它能拉低你的意识形态，它能让你的思想远离无条件的爱啊，它可以给你拉得很远。那么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的反面呢？恐惧啊，对不对？恐惧、怀疑啊、分离这种幻觉，我前面都讲过了。你看看彼得，他经历了这件事情，撒旦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这个筛子什么意思？我一会儿解释啊。那么彼得在后来，他为什么3次不认主？你告诉我为什么？非常简单，2个字啊，恐惧，是不是这样？恐惧。那么我想邀请朋友们去进入这个状态哈，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当你在看彼得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你觉得这彼得怎么还3次不认主？要是我肯定不带不认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会有啊，这小骄傲出来了啊，可能别人没有，我是有啊。我觉得我要是彼得的话，我肯定不能干这个事儿啊。好，我现在要问有这种感觉的朋友们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你能做的比彼得更好呢？包括很多时候我们看旧约里边哈，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不信，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试探神啊，怎么这么多神迹还是不信？哎，给我们气得够呛啊！但是呢，你想想，如果你进入到那个角色之后，你不见得做的比他更好，那么为什么当你跳出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做的比他更好？亲爱的朋友们，注意啊，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你没在彼得的角色里，你就没有感觉到彼得的恐惧，你没感觉到他的恐惧，因为你现在在他身份之外，你是上帝视角啊，你是一个超维度视角，对不对？我们现在要看彼得的这个故事的话哈，他这维度比我们还低了，因为是一个已知的故事了，就好像你在看一部电影一样，你的维度比他高，你没在他的角色里边，那么你就和他没有那么深的共情，说白了。那你要和他共情特别深的话，有的人共情能力非常强啊，他可能就能感觉到啊，我如果在彼得那个状态看到这个耶稣都被抓了，都钉上十字架了啊，我估计我也得害怕。那你是共情能力非常强，你能进入到彼得的角色里。如果一个人没什么共情能力，他光看这个故事，他会觉得哎，彼得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亲爱的朋友们注意，如果你看一部电影的话，你看一个恐怖片，你越投入其中，你越能带入到其中的角色里边，你越感觉到身临其境，你就越感觉恐惧。可是如果这个电影你没看进去，那你就感觉不到恐惧。我在说什么意思？你越进入到那个角色里边，你就越容易感觉到他的恐惧。这个东西其实它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意味着你越进入另外一个自我里边，你就越能感觉到那个自我所带来的恐惧。那个自我就是彼得的这个自我。可是如果你没在这个自我里边，你就感觉不到这个自我的恐惧。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下，假设说现在你就是彼得的一个高维度灵魂的本体，你在看着彼得，彼得就是你。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彼得的思想是不自由的，因为他被恐惧所限制，所以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3次不认主。当然耶稣都担当了，没问题啊，救恩没问题。但是呢，就说这个事情，如果你是彼得的高维度灵魂本体，那么你现在看彼得的思想他是自由的吗？他不是，因为他被恐惧所驱动。那么彼得可以选择我认主啊，我不逃避，是不是？但是呢他选不了，为什么？因为恐惧限制了他，导致彼得其实当时他只能选择不认主，他只能逃跑，因为他已经被恐惧所统治了。那么这意味着你拥有一个比彼得更高的自由意志，那这就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一个你的高维度的灵魂本体。我这么讲大家能不能听得懂这个道理啊？然后我解释一下这个筛子，
筛子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筛子呢，你可以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个人的这个筛子的概念啊，就是我一个人啊，我理解一下这筛子什么意思，这是狭义的角度。你要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指这个世界啊。约翰说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保罗说我们与天空中的执政的掌权的天空中的恶魔征战，对不对？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魔鬼设置的一种灵魂装置，这个东西是一种精神的装置哈，就是我给它起个名吧啊，叫空中矩阵啊，精神矩阵，你随便起个名啊，就是这么一个筛子，这么一个设备。这个东西可以降低人的灵魂频率，也就是说可以降低一个人的意识频率。再说白点，它可以让人的思想远离无条件的爱。通过什么东西让它远离？就是通过恐惧。那么恐惧是什么东西建立起来的？二元对立思维。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病毒植入物，这个东西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也就是二元对立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起来之后，就能够建立起来爱的条件。那么这个条件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有了缺少条件之后所带来的缺少爱的恐惧。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行动的内在驱动能量都是和爱有关，要么是正向的爱，接近无条件的爱，要么是反向的爱，远离无条件的爱。但其实都是在这个爱的这个能量频率里边，只不过一个是正向，一个是反向，它就像是电流似的啊，正向电流还是逆向电流，就这么个道理。所以这个能量的强度它其实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方向不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极度的爱和一个人极度的憎恨，他这个对人的驱动力的强度它是一样大的，只不过一个人极度的爱，他这个无条件的爱是不是他可以做出很多的舍己为人各种服务他人利他的这种行动，而一个人极度的憎恨，他可以做出各种伤害其他人、自私自利、掌控其他人、破坏其他人、拆毁其他人这种行动。这种行动的强度可以说是一样大的，没有说哪个更强哪个更弱，但是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所以这个什么叫做这个筛子？这个筛子就是这个一个能够限制人的精神频率的一个东西。那么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什么东西在限制着我们走向无条件的爱？就是恐惧。那么这个恐惧是从哪里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也就是律法思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面在讲我们脱离律法进入恩典。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当你活在律法当中的时候，你就等同于活在恐惧当中，而这个东西就是爱的反向。当你活在恩典当中，当你活在赦罪的思维当中，当你活在对耶稣的无条件的爱的认识当中，你就接近无条件的爱的方向，这是你的灵魂频率就不一样，这完全相反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讲到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是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你得看耶稣怎么爱我们的耶稣为我们舍己，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不管你做了什么，对不对？没有条件，不管你做了什么，神就是爱你，爱你就爱你到底。圣经上一句经文我特别感动耶稣既爱那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什么叫爱他们到底啊？跟你的表现没关系，我爱你就爱你到底，没有条件。你不可能做出任何事儿把我的这份爱否定，你否定不了。为什么？因为我爱没有条件呢，你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事情否决我这份爱呀，你做不出来。哇，太强大了这份爱，对不对？所以当你被这份爱所激励的时候，你的这个灵魂频率就倾向于高频率这个量词的表达它是一个屈就于人类理解力我们现在这个三维的这世界呢，没这个词对灵魂的形容没有。我们有时候用密度，有时候用频率我这就是张口就来了它是个不太恰当的表达但是你找不着特别恰当表达方法，就是这意思，好吧？明白了吗，亲爱的朋友们筛子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影响着我们能够释放出来无条件的爱的这种能量。邪灵的能量就是释放恐惧，因为恐惧和爱是冲突的。你活在恐惧里边，它就和爱是相反。所以你看圣经里边讲到什么呢？爱里没有惧怕，记得那个经文吗？爱里没有惧怕，爱和恐惧就是相反的。所以你看什么东西它是你的筛子，你就看什么东西能给你带来恐惧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恐惧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好像一个筛子一样把你给筛在这个里边了。
把你控制在这里边了，你出不去。这个说的是什么？是意识，他肯定不是在讲肉体行为啊，你肉体想去哪儿去哪儿，是不是？你坐个飞机想去哪儿去哪儿，对不对？这筛子影响的不是你肉体行动的自由，而是你的思想行动的自由。这就涉及到我前面所讲的，灵魂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但是人的自我意识没有自由意志，或者说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度极大的被缩小了，它相比于灵魂的自由范围极大缩小。这个缩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恐惧，这就是这个筛子。当然你从这个世界的角度上来讲，世界的大筛子就是整体的能量频率的一个限制，就整体这个世界的能量频率上不去，这个上去上不去这件事情影响到这个 3D 空间里边的一个维度提升，也就是相当于是影响到最后的审判的到来。最后的审判实际上是一个维度提升的结果，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啊。所以呢，我们再讲哈，无条件的爱，首先它不是一个和救恩有关系的事情。这老有人就还担心救恩呢，亲爱的朋友，我前面讲500-600篇讲到了啊，全是讲教义，全是讲救恩的，你这个东西还不懂，听我前边的吧啊，朋友们，我讲10年了，我没工夫在这儿还跟你耗这个救恩的事儿了。接着听我的朋友们啊，都是已经确定拥有救恩的朋友，行不行？我这上小学的课，我这上了10年了，能不能继续向前走点，是不是？别在这纠结有没有救恩了，你有救恩了，你已经有了，这个事情还不相信的，听我前面的讲道吧，是不是？我不能一辈子一直在讲这个救恩的事情啊，因为这圣经里边你去看呢，使徒们的书信上来先讲教义，先讲救恩的事儿，是不是？这是最重要的，这没毛病。但是讲到后来全都是关于爱的劝勉，对不对？你不能说光讲救恩，一丁点爱的东西不讲，那也是片面了，对不对？虽然说救恩最重要，这个没毛病，但是你也不能说只讲救恩，一点爱的东西不讲。那圣经里边多少东西在讲关于爱，对不对？彼此相爱，这个东西也很多呀。所以说咱们要全备的讲呢，也得讲爱，说什么是爱？无条件的爱啊，亲爱的朋友们，行不行？行不行啊？拥有救恩了，你已经拥有救恩了。那么我再说呢，无条件的爱呢，它本身其实是和救恩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拥有救恩之后，它就更方便你去体验它，因为你相比于对于救恩还没有认识的人来说，你更加有一个爱的根基，因为这个爱的根基就是从神来的。当然透过灵性，透过保罗说的这个是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借着万物可以向人显明，是不是？所以呢，其他的人可以通过灵性，这也是我所说的这个叫做魂的侵蚀力啊。从属灵恩赐的角度上，我之前也全都讲过了啊。属灵恩赐这个东西，它也是和你的信仰没有关系的。任何的人他都可能拥有属灵恩赐，它属于普遍恩典。所以呢，这个对于爱的这种理解啊，这种灵性的提高啊，灵魂频率的提高啊，它都属于普遍恩典，它不是特殊恩典。特殊恩典影响的是你灵魂的本体。你在这个3D 领域当中，你的灵魂其实说的是魂，救恩救的是灵，魂是在更新的过程。更新的过程不仅仅你能更新，你这个基督徒可以更新，这个世人他也可以更新，他可以通过普遍恩典更新。就是世人他也有活的爱的多一点的，少一点的，他也有各种各样信仰，也有说向善的，是不是？虽然说达不到神的公义的那个满足的标准，他靠着这修行他是不能得救，但是提升灵魂频率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呢，接近无条件的爱的这个方向，它跟救恩本身它不是一个绝对挂钩的东西，但是你有救恩，你能更方便把这个东西活出来。我有没有说的更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在爱的领域当中不要纠结于宗教啊，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老纠结宗教。现在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一听到了一个什么道理，他老在想那不信耶稣的人什么样。亲爱的，接近无条件爱这件事情，它跟信不信耶稣关系不大。当然你信耶稣肯定对这个有帮助，但是我们退一万步讲，那也有那个信耶稣的那个人呢，他也没啥爱，是不是？他也经常恨人，他也有的人也挺坏的，是不是？说白了，是吧？所以呢，这东西它不是绝对挂钩的东西，但是肯定能给你带来益处，带来这个助力吧，对不对？特殊恩典嘛，它对于这普遍恩典，它也有助力啊，就是这意思。所以说，别挂钩这些宗教的东西，那东西都是带来纷争的，这个不利于你去践行无条件的爱。所以别老带着宗教纷争啊，这种分裂的思维啊，这些二元对立的东西去看问题啊，不要老是和这些东西挂钩啊。你拥有救恩，你当然更容易活出无条件的爱。
但是即使一个人没有拥有救恩，他也有可能通过灵性的情况啊，或者说公益领域当中天使也有可能给他一些指导啊，对不对？也有可能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普遍恩典啊，这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个用宗教思维看问题，无条件的爱你要学会把它放在一个宗教上边的概念去俯瞰所有的宗教啊，别用宗教去局限这个东西。无条件的爱它是很高级的东西，别用宗教去把它给限制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好，那么我们再讲一节经文啊，属灵征战是吧？刚才这个其实也是属灵征战啊，讲到了筛子啊，这是属灵征战领域当中的事儿。你如何跟他征战呢？就是无条件的爱，朋友们，怎么突破这个筛子？破二元对立，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啊，无条件的爱。我后边我再讲，它又能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我前面其实已经讲过很多了啊，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好处，对不对，朋友们啊？然后呢，属灵征战，我讲了属灵征战。好些基督徒他们觉得属灵征战就是盯着魔鬼，然后跟他干啊，那怎么干呢？就得骂他，要不然打他还打不着，来点武术表演吧，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这东西没有啥用，充其量能有点健身的效果，那充其量锻炼身体吧，别的没什么用啊。属灵征战不是让你专注魔鬼，我这个事儿我也说了10000遍了啊。事实上，你专注魔鬼这件事其实是魔鬼希望看到的，因为你越专注他，你就越恐惧，你就越焦虑，你就越愤怒，你就越什么什么，你就记住这些情绪，它肯定跟无条件的爱是相反的。不要专注魔鬼，属灵征战就是践行无条件的爱，因为无条件的爱会提升你的能量频率，你的能量频率高了，就跟魔鬼对立了，因为它是吸收这个低频率的能量。我刚才讲了吧，这彼得讲到了啊，可吞吃的人，魔鬼可吞吃的人，吞吃什么人？他吞吃的是人的能量，他不能直接吃人，他也不能吃人的这个灵魂，他解决不了这个事情，他只是说吸收低频率的能量，这个是他的一个能量供给。天使就有灵魂链接的能力啊，所以他需要这个能量供给，他真正做的是这个事儿。所以彼得曾经被魔鬼吃过一次，是不是？筛子嘛，给他筛了一下子啊，他一下3次不认主了，为什么呀？恐惧啊！所以属灵征战不是去干那些事儿，属灵征战它是一个你提升自己灵魂频率的一个过程，就是践行无条件的爱。所以你把注意力放耶稣身上，你把注意力放到救恩上，放到耶稣的无条件的爱上边，然后你去把它活出来，这个过程它就是属灵征战啊！别专注魔鬼，你专注他没用啊！亲爱的朋友们，你越专注他，你越这个能量低，你越关注什么东西，你跟什么东西就越近，这个简单道理吧。吸引力法则，你越关注耶稣，你这身上就越是耶稣的状态，耶稣的爱，耶稣的能量，耶稣的能力啊！越关注魔鬼，越消极，越恐惧，越睡不着觉，越天天的这个担心呐，是不是？所以你就看着各种各样的基督徒那个人生百态啊，你看多了，你一下就看出来了。天天关注魔鬼那个人，他没有一个说活得舒服的，活得幸福的，活得喜乐平安的，没有。我没见过一个天天关注魔鬼的人，他能活出喜乐平安，没有这样的啊！找我的忧虑的睡不着觉的，全是听着什么教导了，天天跟魔鬼干来干去，越干越这个被搅扰啊，天天被搅扰，是不是？我们怎么从来不被搅扰呢？你看，我们就关注耶稣，怎么不被搅扰呢？但是呢，属灵征战我们也得讲，圣经上有啊，对不对？但是不是让你关注魔鬼，对不对啊，朋友们？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10章3到5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3到5节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那这就是说你不用锻炼身体了啊，这都是血气的事儿啊，你不靠那个啊，不靠在那骂人啊，骂鬼啊，用不着，你骂他也没用啊，不是在那打拳击啊，都没用。是靠什么呢？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前面有讲过一个属灵的各种军装，是不是？福音、圣灵啊，这个救恩的头盔，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指向什么？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啊！因为救恩它显明的就是爱啊！神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是什么呀？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最终显明的是什么？是爱。是爱呀，是爱呀！真正能践行的东西是爱。
能实践的东西是爱，能真正在你思想当中，你真正能活出来的东西是爱。那些其他的东西，它是引导你去走向爱，让你去反思的，对不对？你圣灵什么圣灵，你怎么用圣灵？救恩的头盔怎么救恩的头盔？怎么保护你思想？所有的东西最后其实都是爱里没有惧怕。讲明白了吗，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啊？那么这个无条件的爱，它能帮助你做到一件事情，听清楚，重点来了，它能帮助你链接到你的灵魂本体，也就是你的灵。也就是说，它能帮助你恢复你的自由意志，使你的思想状态，我不知道它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就是我就发现我们这个世界里边的这词啊太少了，词穷，我想表达的东西我找不着这个世界里边的词儿啊，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啊，就这么说吧，它这个不太严谨啊，就是我们的思想，它能够脱离我们的自我意识，转为到灵魂的灵魂的自由意志。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就是你的灵魂的自由意志，它的范围很大，但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范围很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恐惧，有二元对立思维，但是你的灵魂没有。但是很多人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想法是，那我得知道主要我做什么。亲爱的朋友们，听清楚啊！主耶稣要你做什么，其实和你的灵魂本体要你做什么是一回事儿。你别吓着了啊！别吓着了。为什么？因为在高维度，基督和你的灵魂是合一的，因为他们之间有无条件的爱，他们的意识是合一的。所以你的灵魂的自由意志，它就和神的主权其实是一回事儿。这就是很多人一直困惑的地方啊。神权和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冲突的，很多人以为冲突，那是因为你在用你人类的这个自我意识去把它看为是自由意志。你的自我意识其实它不自由，它被很多恐惧所捆绑了，所辖制了，你被筛子筛了，朋友。所以好多人他老是对立，他老想不明白自由意志和神权之间，他老感觉是对立的，他老感觉一个存在，另外一个就不能存在，他们俩合一呀，它是自由啊。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是被爱充满的，那我的自由本身就是在爱的范畴里边，明白吗？那我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说是神要你做什么，不是让你去链接到神要你做什么，而是让你链接到你的灵魂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里边是要区分一下。好多人他以为神要 A 做这件事情呢，那么神也会要 B 做这件事情，因为只有一位神啊。亲爱的朋友，有很多的这个宗教里边的人呢，他这有点死脑筋，请原谅我这么说啊，死脑筋。他认为神只有一位啊，神是只有一位，那神不见得只有一个想法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说神只有一位，那既然我的神让我去踢足球了，那么你也认同样一位神的话，那这位神也应该让你踢足球。他这个想法，他用他自己的想法，他说那我是被带领的，那别人和我想法不一样，证明他不信耶稣啊，证明他跟我不合一。亲爱的朋友，你别这样啊，懂我的意思吗？朋友们，有好些人他那个思想非常的执拗啊，他老觉得神是一位神，但神对每个人的旨意不一样啊，对每个人的引导不一样，对每个人的开启情况不一样，所以说人们对于同样一个事物可能看法不同，但是不代表说这就证明他们的神不是一位神了，能懂这个意思吗，朋友们？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其实神和你的灵魂的自由意志，它是合一状态，也就是你自由意志本身就是神主权当中的一部分，它俩没冲突，但是你有你的自由，他有他的自由。所以我在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在强调一个东西，无条件的爱里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在于一定要尊重自由意志。这就是好些人不明白的事情，他用神去绑架别人。他说神已经感动我了，可能确实感动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感动，还是他自己想的，我就姑且当是神感动嘛，是不是？神感动我了啊，今天应该吃羊肉串啊，那你和我想法不一样，那证明神没感动你，或者证明你没重生，是不是？好些人他就玩这个啊，一整上纲上线了，这都明显有毛病，这不对呀，不对，不是这样的。我当然举的例子很粗浅，举的例子很荒诞，但实际上好多人这个事情稍微一复杂一点，他就犯这个毛病了啊。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有时候50步笑100步，我只不过举的例子粗浅点，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看是这个耶稣要你做什么，耶稣他给你自由意志，你的灵魂有自由，我上一篇讲了
啊，我上一篇讲了，耶稣说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得自由了。这个自由讲的是灵魂的自由意志，而且并且这份无条件的爱可以帮助你去链接到那一份自由意志，这个听懂了吗，朋友们？所以你有你的自由，别人有别人的自由，你不能用你的自由去论断别人的自由。你不能说啊，神带领我做这件事了，那你反对我，证明你不信耶稣，你不能这么说。也许他有他反对你的自由，对不对？对不对？神就允许这两件事啊，这没毛病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情啊，无条件的爱，它能帮助你去链接到你的自由意志。怎么能够进入无条件的爱？好多朋友在讲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啊，注意，首先，你不可能去得到你没有的东西。如在爱的这个事情上啊，好多人在向外求这个爱，你这么求你就得不着了啊！很多人一辈子试图从外界去得到这份爱，你是得不着的，你一定会失望，你因此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创伤，各种各样的失望，各种消极看法啊，苦读什么的全来了啊，受害者心态，这全是从这个东西来的。因为这份爱它是不能从外界得到的，我指的是这个3D 世界啊。当然你把耶稣看成是外界的话，那确实是从耶稣来的，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就行了啊。这个爱一定是已经先在你里边了，只不过呢你对它的认识有一些偏差啊，有一些帕子影响你把它给活出来，把它给释放出来，但是前提在于你首先是有的。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首先你认为我没有，你没有，那你所有的所谓的爱就全是在索取爱。有没有人谈过恋爱？是不是？他感觉啊，你感觉我特别爱我那个对象啊，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这女孩啊，是不是？我特别爱那个女孩，我这么爱她，那么爱她，最后把我伤的哟，她怎么伤的你呢？你如果对她没有索取的话，她怎么伤了你？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爱出去其实是做出爱的假象，其实是因为里边没有爱。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的关键就在于你得先知道你已经拥有它，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就不存在一个什么我怎么把它活出来啊，我怎么能进入它，这些说法其实它都不严谨。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把遮在这个爱上边的那个帕子给它拿掉，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了。你不是没有它，然后想要去得到它，而是你已经有了，只不过有东西把它挡住了，你把这个挡的东西给它拿走，所以一定是减法。朋友们哈，做工得工价的思维是加法。我原来没有，我得做工，然后我得着了啊，是不是？我这干活然后挣工资啊，我原来缺钱，我现在是努力，然后我把钱挣着了，那是我原来缺少，我后来又做工得着了。爱这个东西和这个是相反的，朋友。相反的啊，这很多人他习惯了律法思维、宗教思维，天天听这个教导，他习惯了，他老感觉我怎么努力，怎么方向，你告诉我怎么做工啊，一听就是做工。不行，咱们得把这个东西掰过来，所以你得把心态放平，不是做工，不是加法，无条件的爱绝不是加法，无条件的爱是减法，是它本来已经在你里边了，但是呢你给它添油加醋了，你给它上边盖上去一大堆东西，画蛇添足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是不是？你得把那个多余的东西拿掉，所以是减法，不是加法。所以它其实是思想意识的一个转变。所以圣经上面说什么？悔改，心意更新而变化，它是你思想的转变，而不是你肉体上怎么做啊，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再看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帮助大家进入这个状态啊。路加福音第9章23节，这也非常多人困惑，我顺带再解释一遍，虽然已经也是无数回了。路加福音，这是耶稣背十字架的事儿啊。第9章23节，这属于刚听着恩典的人都得必问的问题，对吧？背十字架怎么回事？是不是？好，我们来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来，我们从3个角度来解释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处的环境非常的复杂，因为有门徒跟着他，也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但是呢看热闹的，或者说心里边惦记着怎么黑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犹太那些宗教领袖，所以说当时人员情况很复杂，所以这句话呢要从多角度理解。
它是一句比较深奥的话。我们从3个角度理解。首先，对于宗教，耶稣要说什么？就是对于那些不信耶稣，但是抱着某种宗教目的来看热闹的这些人，耶稣要说什么？耶稣要说的是，你要效法我是没用的，因为我给你一个你要效法的事儿，你做不到。效法也就是模仿，也就是做功德功价，也就是靠行为是不行的。因为宗教人的思想是怎么靠行为去达成他们想要的目的，靠行为称义，律法主义啊。所以呢，当耶稣因为这里边是众人里边有好些种人，是不是好些种人？所以我们首先说，这个背起十字架，如果是在耶稣其实是在说反话，对不对？就好像在对那个年轻的官，是吧？说你这所有一切都遵守了，然后你再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你能做得到吗？结果那人做不到。耶稣明知道他做不到，故意这么说的，是为了让大家反思，靠行为其实做不到，所以要最后是信主之法，不是立功之法。罗马书我不找了，对不对？最后指向福音，让你因信称义啊，这些道理。那么首先第一个，对于宗教，耶稣要宣布一件事情，你要是想靠模仿我的行为的话，那你就为你的罪付出代价，对不对？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在为罪付代价，这个道理能懂吗？加拉太书里边说，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为罪付出代价。那也就是说，你要是靠行为称义，你要是想模仿我，你要是想把我看成一个榜样，然后效法我所有行为，你想达标啊，对不对？能懂这意思吧？就是你不因信称义，你不靠我担当你的罪，你不靠我替你还这个债，你想自己解决问题的话，你只想说方式方法，你想做到位的话，能明白这意思吧？你如果想这么干，那你就为你的罪付出代价。那怎么付代价？那不就是接受审判吗？对不对？那你自己背你十字架吧，对不对？所以说，对于宗教，对于这种不信耶稣的人，对于想靠行为称义的这些宗教律法主义者，耶稣其实的意思是说你要想跟从我，那你就为你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实际上这件事人类是做不到的，或者说你要做到了，那你就是被审判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对于信耶稣的人来说，那这句话讲的是对于灵来说的话。对于灵讲的是一个灵的置换，灵魂置换。耶稣和你换身份，这个道理我讲过了啊，献祭的道理。所以保罗说，如今不是我活着，我和基督同定十字架，同死同复活。这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代赎的道理，其实讲的都是一个灵魂的置换。所以你的灵死了，然后在基督里边重生了啊，就是说你们两个换身份，灵魂换身份，灵本体换身份。那么换身份这件事就变成了什么呢？你背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相信耶稣已经替你背了十字架，其实还是个代赎的道理。那这道理就是在对信徒讲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再去讲魂的更新，这里边的关键其实就是在说什么？你要死，是背十字架，是不是在说死啊？是在死。但是这个地方和救恩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你讲到魂跟救恩就没关系了。3个层面我都讲了啊。我怎么讲的这么清楚，朋友？我讲的清楚吧？啊，第一个层面在讲宗教，不能模仿，对吧？模仿不好使，靠行为称义不好使。第二个层面在讲信徒，在讲灵是代赎道理，身份互换。所以呢，耶稣背的十字架就等于是你背的，因为你是灵魂互换了吗？这在讲救恩。第三个层面在讲魂，讲魂的话就跟救恩没关系了。那这里边在讲什么？魂的更新其实是在讲无条件的爱。3个层面清不清楚？清楚啊，太清楚了，我这讲太好了啊！来看看第3个层面，关于魂在讲什么东西？就是说你得死啊，无条件的爱，你得死，什么意思呢？我怎么死呢？耶稣前面说了，你得舍己。舍己原文的意思 deny yourself， 说的是什么？否决自我，那不就是自我死了吗？就是我死这件事儿，就是践行无条件的爱。这是什么意思呢，朋友们？来，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啊。舍己的关键其实就是在说灵魂层面我讲完了，这当我们抛开救恩，你已经得救了啊，救恩的地方我讲完了。我现在在讲，如果你在谈论践行无条件的爱的话，其实舍己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后边再讲一个经文啊，后边然后一起讲啊，前面这舍己一起讲啊。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如今不再这样认他了。好了，这里边告诉你一个道理，当你在看待一个存有的时候，你应该看见的是灵魂，而不是肉体外在。这个能看出来吧？这经文是不是能看出来这一件事儿啊？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什么叫做你的自我。当你看过了舍己的这个经文之后，耶稣说舍己啊，你得死这件事情，我们从爱的角度讲了啊，现在在讲无条件的爱。救恩的事我不提了，救恩前面讲了几百篇了，好吧？现在我们在讲爱的事情了啊。不凭着外貌认人，那你凭什么？你凭着灵魂认，对不对？这不是人还有什么呀？除了肉体不就是灵魂了吗？你凭着灵魂认。好了，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自我的死亡？那么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怎么回答这件事？你就说你对你自我是怎么认知的？你可能会说啊，我是孩儿他爸，是不是？我是孩儿他妈，或者说我是谁的儿子，我是谁的女儿，还是说我是谁的老师，还是说我是个什么董事长我是一个什么工作的，我是卖保险的，是不是？你所有的这些定义，对于自我的定义，注意是不是全跟肉体有关系？哎，你发现没有？如果你抛开一切肉体条件，注意我说的话，条件，你把条件全都抛开，你发现你无法定义你的自我。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你所有的所谓的自我定义，其实全都是肉体定义，而无条件的爱，它源于灵魂，而不是你的肉体。你从肉体上定义的东西全是有条件的爱，而正是需要把这些条件拿走，这不就是二元对立吗？也就是说，你对自我的认知这件事情，它本身建立在你的心智基础之上，而心智本身就是分别善恶的结果，因为是二元对立啊，你的理性本身是二元对立构成的。亲爱的朋友们，你所有的理性，你对自我的认知，所有的这一切，它其实里边都包含着这个条件，而条件本身就是无条件的爱的反面。也就是说，你所有对于自我的认知这件事情本身，它影响了无条件的爱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恐惧其实是源于自我。哇，哎，我自己哇了一下，是不是？可能很多人听不懂啊。你要能听懂了，你也会有这种感慨的啊。记得吗？我前一段时间讲过一篇讲道，叫做命运，是吧？我当时讲了个故事啊，里边一个什么龙族啊什么的那个故事啊，它里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当时他一下跳出自我那一刻，他忽然间发现我所有的痛苦其实源于我自己，是你自己定义了它，是你定义了它。你的定义从哪里来？从你的自我而来，但是你的自我本身是分别善恶的产物，你的自我本身是二元对立的思想，而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爱的反面的病毒。这些话你可能需要好好思考啊，你可能需要真正的去静下心来去思考。你当场听当场就能明白，可能性不太大啊，需要思考反思我所说的这些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所谓无条件的爱，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融的状态，也就是耶稣说的舍己。舍己不是让你去牺牲啊，让你去干嘛的，跟那个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朋友，是你的思想，是你的心智的转变，或者说放弃你的心智，舍明智，这种感觉他可能到一个境界了啊。这我有时候到一种境界的东西，它确实就不太容易表述，真的是这样啊。我这有时候词穷，但是我体验过这个东西了啊，特别奇妙啊，奇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我尽可能去表达啊。自我的消融，也就是条件的消融，也就是你的肉体观念和身份的这种消融，也就是你所有的这种定义的消融，它其实也就是执念的消融，就是不执着了，它也就是分别心的消融。这是我前面讲的无条件啊无分别的爱，对不对？我在讲这个潜在真相啊，我的潜在真相整个我的这个大系列我在讲什么东西？创伤的疗愈。创伤是什么东西？创伤是在你自我里边的东西，而创伤的疗愈其实就是对自我的否决，舍去了，不执着了，
啊，也没有分别心了，不在那个分别的状态里边。这个东西它可能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灵性的成长，这可能算是一种修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其实也不是反对修行，我们是在说靠修行去得救这个事儿做不到，对不对？这个事儿是只能因信称义。但是你说你一个人生命成长，那你肯定是需要学习锻炼。你弹个钢琴，那你不得练吗？对不对？那所以说灵性成长这个事情，确实你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修行吧。那说成是一种思想的慢慢的进步啊，它确实需要你花点时间去思考它，去践行它。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啊，爱这个东西，它一定是在践行当中你才能去明白的。它不是纸上谈兵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说光讲课就能讲明白的话，那你所有的灵魂，那你不用体验这个人生了。爱它是体验的东西，它是体验式教学，朋友们，所以得去践行。但不是说你照着律法怎么做算是有爱。我说了，爱它不是培养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一定是在你的行动当中去感受它，去体验它。但你不是立一堆律法标准在那做哈，那是完全不一样了啊。我这个听我讲到时间长的人知道，我绝不是说拿出来1、2、3条让你们怎么做啊，那是律法，那是宗教啊，不是那个意思。我再告诉你，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在遮盖着这份爱，在影响着这种无条件的爱彰显出来，就是条件。你对你自己定义的一切其实都是条件。没事问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当你慢慢的把你的肉体上面的标签都拿掉的时候啊，你说我是哪个公司的经理啊，那个是你肉体身份呢，拿掉。我是谁儿子，我是谁丈夫的啊，我是谁爸爸，是不是？这都是肉体条件，把它全拿掉。你慢慢的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拿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恐惧也在不断的被拿掉。亲爱的朋友们，你如何去看待一个概念？我讲的东西这可能有点深了啊。你如何去看待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你怎么去理解它？这和你的灵魂频率状态是直接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词，责任。当你听到这个词，你是什么感受？你首先你是觉得有压力啊，还是说我这害怕，万一做不到怎么办呢？你感觉到的是恐惧。责任一提到这个词害怕，一提到这个词有压力，肯定有的人是这样的，是不是？尤其你在宗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哈，一提责任首先想到的是那做不到怎么办呢？那我这有压力呀，重担呐，全是负面想法，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真正是在践行无条件的爱，你的频率高了之后，你听到这个词绝不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绝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荣耀，一种荣光，一种荣幸，一种幸福。你在爱里边，你绝对是这种感觉。就是保罗所说的啊，传福音我是不得已的，但是责任已经加给我了。这绝对不是说一种恐惧的感觉，那是一种荣光。那怎么说呢？哇，这事儿，这么美好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啊，这么说荣耀的事情，我怎么形容啊？主居然把它交给我了，我何德何能？怎么给我了啊？我这一刻啊，真的就感觉好像马上要冲出去了啊！这种爱的激励，那种力量，你知道吗？那责任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荣耀啊，朋友们！把责任给你，意味着把荣耀分给你了，这意味着神的爱在驱动着你啊。所以说，你用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词，你说出来，你理解的是什么东西，它完全取决于你的频率在什么状态，你的意识在一个什么状态。我这么说大家能懂吗？对不对？所以说，当你在自我消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对许多事情看法会完全不一样。你就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的肉体。那么这一刻就是一个自我消融的过程。那么当你开始自我消融之后，这些帕子就一点点除去了，恐惧就一点点少了。那么当你和你的灵魂产生链接，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因为它就是透过无条件的爱的自由意志，因为它本身在无条件的爱里边，你的灵魂和主是合一的，它在无条件的爱里边，它没有分别善恶，它没有二元对立思维，你有。所以你现在你把这二元对立思维一拿掉，你马上和它对齐了。哇，感谢主，我怎么想到这个词儿了？对齐了，你跟它对齐了，你们两个就差个什么东西？你和你的灵魂就差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你，就差一样，就是你有分别善恶，他没有；你有恐惧，他没有，因为他在爱里边，他爱里没有惧怕。你现在因为爱有很多条件，这个条件是你的分别善恶带给你的，所以你有很多恐惧，你的恐惧限制了你的行动，导致于你思想当中的选择范围非常小。你忘了你爱什么，朋友们。活在宗教里边特别多年的朋友，我经常喜欢问他们这么个问题，我说你们
热爱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我早忘了。天天活在恐惧里边，那就一定会忘了你爱什么。但你绝不是从一下生你就不知道你爱什么的，不可能。你一定曾经有你的兴趣，有你的热爱，有你的探索，有你的求知欲，有你的好奇心，你一定都有，这都是人性里边本身就有的东西。可是是什么把这一切磨灭了？是你的恐惧，是你的恐惧，你的恐惧，你的不配得感，你的定罪感，你的内疚自责，你的关注现实，关注软弱，关注你肉体身份，所有这些东西它使你忘记了你的热爱。而当你把这些恐惧除去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爱里没有惧怕，那个时候你不可能对我说我不知道我的灵魂要我干嘛，不可能。因为当你进入到爱当中的时候，他一定告诉你你想去干嘛，因为你一定有你热爱的东西，一定有你热爱的方向。亲爱的朋友们啊，然后关键啊，非二元性思维非常重要。非二元性思维，你看待任何事物的时候，不要非黑即白，不要老是试图站在一个立场去打压另外一个立场，这样的话一定会带来纷争，一定会带来论断，一定会带来斗争分裂，然后彼此攻击，彼此论断，全部都是消极的东西。在这个状态当中，无条件的爱是活不出来的。用非二元性看待问题。我教你一个训练的方法，就是说你能不能尝试着去训练，就是你能不能去接受两个互相冲突的思想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尝试去练习这件事情。你以前可能觉得这不可能，跟你说可能，只要你学会了三元，第三元呢就是平衡极性。二元性思维是正向极性和负向极性，总是一个打压另外一个，你总是站在一边去跟另外一个征战，是不是？你老是自相矛盾，老是纠结，就是这个原因。二元对立，加入一个平衡极性，认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他们之间万事互相效力，就是因为有这么第三个极性，就是平衡极性。你站在二元对立思维，你甚至于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魔鬼存在对吧？你理解不了啊，因为你认为神是对的，魔鬼是错的，就把他干了呀，对不对？那个分别善恶树，那个伊甸园，蛇进去的时候把蛇直接砍了呀，是不是？夏娃要吃的时候不让他吃啊，对不对？你全是二元对立，你二元对立，你理解不了任何事儿。我就告诉你这件事，你理解不了任何事儿，圣经当中任何事儿你理解不了，你什么东西想深了，你全都理解不了。你会发现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为什么神允许那个，为什么神不管这个，是不是？你全理解不了，因为你脑子里边缺一个元素，就是平衡性。一切它是黑与白中间它具有一个平衡性，是平衡性将一切显明出来，是平衡性使灵魂达成他想体验的东西。你脑子里边是结果论，你老想直接达成那个结果。神做事需要达成那结果吗？你认为一个事物需要从 A 发展到 B， 然后你认为这个过程神就是想让 B 发生，然后怎么从 A 发展到 B？ 亲爱的，神用那么笨吗？神直接让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是从 B 开始，不就完事儿了吗？他需要从 A 发展到 B 吗？这证明了神的行动，亲爱的朋友，它跟结果没关系，它全是在于这个过程，它在于灵魂体验的过程。当你明白这种非二元性的时候，你不会以结果看问题，你就跳出因果了。我怎么说呢？你超脱了，知道吗？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思维，当然它可能有点难，你就尝试着去训练。一旦你看到你很多事情，你有了这个思维之后，你所有的事情你全能想得通。天堂地狱怎么合一啊？我给大家留个作业吧，大家好好想一想啊。天堂地狱怎么合一啊？对不对？光明的天使跟魔鬼怎么合一啊？这东西怎么合一啊？对不对？你二元对立，你这辈子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加入第三元，自己想一想，好吧？合一其实是什么？合一其实是平衡。你用二元对立，你永远想不明白什么叫合一，因为你两个极性，你必须消灭其中一边，另外一边。问题是这一边你怎么彻底把它消灭？这就基督教神学1000年以来的难题，对不对？一直没法合一，怎么都合一不了，老有对立，各种各样的宗教一直对立，包括我在讲无条件的爱，一大帮人在对立，各种宗教，这个宗教能无条件的爱吗？那个能吗？亲爱的朋友，平衡极性。就说这么多，好吧？好了，关于爱的本体啊，这个就有点难了啊。这个听不懂无所谓啊，我随便你就当我做了梦，随便讲个故事啊。我们说呢，有2个人啊进了一家汉堡店，
然后呢就各点了一个汉堡，这个汉堡就端上来了。端上来之后呢，这两人发现这汉堡里边有一块牛肉饼，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呢，你说这个汉堡啊，它是先有汉堡后把牛肉饼放进去的呢，还是说这个汉堡和牛肉饼就是一体的呢？哎，这俩人就辩论这件事情。第一个人说呢，应该是先有个汉堡，没有牛肉饼啊，这牛肉饼后放进去的。第二个人说呢，不是，这汉堡做出来的时候牛肉饼直接在里边，没有那个后放过去的过程啊。他们两个辩论争论起来了。辩论来辩论去，他俩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因为做汉堡的过程他们两个没看着啊。然后呢吃饱了出去之后呢，给别人讲这个汉堡很好吃，他们两个全在讲一样的东西，他们两个都在讲一样的东西，这汉堡很好吃啊，非常好吃啊。然后呢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咱们不说是谁啊，其中有一个人，这有一天呢，他一下碰着这个汉堡店的老板了，他想起来这件事，他问那个老板啊，不应该说碰着，是不是？其实老板过来找他来了啊，他就问他到底这个汉堡怎么回事，到底先有汉堡还是先有牛肉饼呢？这老板说呢，其实是一回事啊，就看你对汉堡的定义是什么样了。你如果能把没有牛肉饼的那个汉堡也定义成为汉堡的话呢，那么牛肉饼就是后放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定义这个汉堡本身就包含这牛肉饼呢，那它就是做出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偷偷告诉你，其实呢是先有这个两片面包，后把牛肉饼放进去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啊谁也不知道，因为我端上来的时候，外边吃的人他直接看着的就是汉堡了。然后老板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这个牛肉饼啊它是用牛肉做的。然后这人说，那不废话吗？老板说，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一头牛为了这个死了啊。所以呢从这一天开始啊，他在给别人讲这汉堡好吃的时候，他同时讲了一下啊，有一头牛啊为了这个汉堡死了。我讲完这个故事了啊。这个故事我在说什么东西呢？爱到底是先存在啊，就是说这个灵魂啊，它到底是先存在灵魂后有的爱，还是说这个灵魂和爱是一起有的？这件事呢，亲爱的朋友们，不用辩论啊，不用辩论，它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领域看见的东西不一样而已。所以当你在践行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不要去纠结这个到底先有汉堡还是后来放的肉，还是说一起放的，你不用纠结这个。有的人他就光看着了这个汉堡端上来了，他就认为这个肉本来在汉堡里无所谓，毕竟他也出去宣传这个汉堡了啊。朋友们，公益和恩典它其实是两个领域。我告诉大家啊，你就当我做梦好了。你要问我你有圣经依据吗？朋友，这地方我没有啊，我做了个梦，我给你讲一讲啊，我就随便讲的，你可以不信啊。我也没有想让你信，我随便说的，好吧？公义的系统和恩典的系统其实非常的复杂，它远远超过于圣经里边所记录的东西，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圣经它毕竟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圣经主要它是为了讲救恩，它主要是为了讲福音，前边不得不讲点律法公义的事情，那是为了衬托福音用的。那公义里边的事儿多了，公益里边那个自然科学，那个客观规律，那物理学，那不都属于公益范畴吗？对不对？它属于一个律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律规律，它都属于公益，那都属于公益范畴的。那圣经里边都讲了吗？圣经里边讲相对论了吗？圣经里边有量子力学吗？圣经里边有那个受力分析吗？那有化学吗？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们所从圣经上面了解的公益范畴，那太狭窄了，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有圣经依据的。当然呢，这个东西它跟教义就没关系了，我们就聊一聊。今天就是其实讲无条件的爱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已经讲的很深了啊。我看最后剩点时间，我就随便聊聊。公益的系统其实非常的复杂，它这里边其实它有一个轮回系统，它还有一个业力系统。轮回系统它讲的是一个
灵魂与灵魂角色，就是灵魂在低维角色的这么一个系统。我前面说了，但是它跟佛教那概念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真正的世界观它不是一个封闭的 3D 世界，它是有平行概念还有维度概念。但这个不怨佛教，对不对？佛教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那个世界观它不行，它不像现在这个人们的科技发展这么快了，是不是其实佛教也是有启发的，对不对？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神的神性是透过明明可知的这个诸多的人们得普遍恩典得启示，所以呢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要过分的去排斥其他的宗教，其实都有启发，你要去看见这里边就是说有启发的地方。当然我有这个看法跟佛教没有关系我认识到这个东西跟佛教没有关系这个轮回系统这个是属于公义的。第二个业力系统，业力系统其实就是因果律，只不过呢我们如果从物理的角度去看待，那么物理我们一般讨论的是这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其实能量应该也属于物质世界，对不对？那你电场磁场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也属于物理，对吧？那我们就说呢牛顿的这种经典力学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当你在谈论物质世界的时候呢，其实物质只不过是低频率振动的能量。根据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让我们明白这件事儿，你懂点物理你就知道我说什么那实际上物质本质还是能量。那么所谓因果呢，你通过科学来看这个物理学这种定律，这种因果律，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因果。那我们比如说在牛顿经典力学里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它其实就是一个因果，只不过它太快了，它同步的，是吧？你推一辆车的同时，这车也在对你施加一个力，作用力反作用力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它属于非常低频率的能量，它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你拍一下这球，这个球就走了，是吧？你给它施加一个力，那么这是因为它振动频率特别的低，所以它的反馈非常快，即时的。但是业力系统里边它涉及到一个能量反馈，这个能量反馈它不是即时反馈，而是延迟反馈，所以所谓的业力系统其实就是因果律，只不过有的因果律我们看得很直观，有的因果律看得不直观。这个东西就类似于蝴蝶效应，一个蝴蝶扇动一个翅膀，可能过了好几个月引发了一场海啸，这里边各种万事互相效力，它有一个延迟过程的，所以延迟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你能拿物理马上就能推算出来的，但是这种能量的循环平衡是存在的，这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公益领域当中的东西，我们就称它为业力系统。所以这些东西它和什么宗教没有关系它只是说公益系统里边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筛子，这筛子里边它也涉及到一个这个矩阵系统，这个系统是邪灵所设计的，当然这也是神所允许的，因为自由意志必须得到尊重这可能有点讲多了，是不是？恩典的系统恩典的系统刚才讲完公益的了，当然也不仅仅是那些公益的系统不仅仅是我讲的这么多稍微讲一点后边慢慢补充。恩典的系统，恩典本身分为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恩典系统和公益系统本身是叠加在一块儿的，所以你很难把它们彻底分开，因为它们中间是有诸多的叠加态，所以你要把它分开，相当于是把受力分析一个斜着的力，你非要给它分成两个力一个竖直的一个平行的，那不是你在受力分析吗？实际的情况不是那样，实际情况是叠加的，但你为了去讲它，你觉得强行把它分开。那么特殊恩典只关乎救恩。那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呢，他试图在基督徒身上去看见在普遍恩典当中与其他领域的区别，那你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那要是能看出来，自由意志被干涉了，朋友，你懂我的意思吗？无条件的爱，尊重自由意志，这是非常重要的。尊重自由意志，你不能强行干涉，不是强行干涉，你可以引导，对不对？这也是我前面讲的你无条件的爱一个人，你可以对他产生引导，但你不能强制性干涉。支配自由意志是不行的，干涉自由意志，这都是无条件的爱的反面。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特殊恩典必须是隐藏的，朋友，必须是隐藏的。什么意思？说白了，一个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群，他跟非基督徒的人群在普遍恩典这个领域必须是看不出来区别的。如果能看出来，那不干涉自由意志了吗？大家能懂这个意思吗？很多的人他就想找出来这个区别，你能找出来，那真是见了鬼了，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呢？
那不可能找得出来，就找出来等于干涉自由意志。我讲一个道理，如果说信耶稣的人全都不生病的话，那这世界上的人全都为了不生病过来信耶稣来了，那等于自由意志被干涉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信息是神所赐的，对不对？也就是说神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对吧？不会做这样的事儿，这是同样的道理。我在说什么意思？如果信耶稣的人全都是富翁啊，全都变成富人了，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世界的人都会为了得到这个钱全都过来信耶稣来了。当然事实上不会，对不对？那是因为神就没这么做，对吧？我在说什么东西？自由意志是被尊重的，不能强行干涉，这意味着特殊恩典必须是隐藏通道。所以圣经里边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是奥秘，对不对？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对吧？耶稣说我再来的日子天上使者都不知道。而且注意，天上的使者很多使者不认识耶稣，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中耶稣比他们还小。希伯来书这里边幸好有圣经啊，希伯来书里边讲了一个地方，让耶稣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你去找到那个经文啊。很多公义的领域当中的天使，在他们眼中耶稣竟然比他们还小，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耶稣是神本体的像，这个像的概念，你透过耶稣能够认出来他是神的儿子，这本身是特殊恩典领域当中的恩典通道，能让你看见的东西。所以你能看见不代表其他的人都能看见，你得了特殊的启发。所以耶稣问彼得，你们说我是谁，对吧？你能认出来，那是天父启发你。耶稣说若不是父启示这个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明白吗？所以呢，其实对于耶稣的看法并不是你能够去区分一切的情况的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事儿它属于普遍恩典，懂我的意思吗？当你在践行无条件的爱的时候，对于耶稣的看法它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关键性问题就是对于耶稣的看法的关键性问题在于救恩问题，无条件的爱的践行和无条件的爱的接近的程度，灵魂频率的提升，这件事情它其实和救恩不是一个完全挂钩的概念。我讲清楚了没有？也就是说信佛的人他也可以说他那个有爱的程度比一个基督徒更高，这个你承认不？你承认就行了，你懂就行了。你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情而让你信仰觉得好像是个很难理解的事儿，这一点不难理解，朋友们懂我的意思就行了，好吧？然后我再解释一个问题，咱们今天结束了啊，今天讲的太多了，够你们听研究一个星期的了吧？是不是？我虽然一个星期就讲一篇，但是量大，是吧？最后我来讲啊，很多人他以为呢，我无条件的爱，那我不被人欺负了吗？哎呦，亲爱的朋友，你傻了。无条件的爱啊，充满了智慧，因为无条件的爱尊重自由意志，而首先你尊重的就得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朋友。所以无条件的爱不是勉强，勉强那还叫什么爱呀？爱的前提在于自由，朋友。你首先是自由的，你为什么你感觉不自由？因为你现在活在你的自我意识里边，你还没跟你的灵魂链接呢。当你和你的灵魂真正链接上，你真正除去你的恐惧之后，你爱里没有惧怕之后，你怎么可能会被勉强？你都没有惧怕了，你被勉强是不是因为你恐惧啊？是不是你被威胁了呀？是不是你被绑架了呀？你没有被威胁，没有被绑架，你没有恐惧，你怎么可能会被勉强去什么我怎么爱别人啊？对不对？你怕被人绑架吗？对不对？你怕一个人是个坏蛋，然后他让你无条件的爱他。亲爱的，无条件的爱意味着自由的意志，是你自由的意志，你可以选择的，朋友。我爱你是无条件的，这是我的选择。我爱你跟你没有关系，朋友，无条件。我爱你，你可以不用爱我，没问题。我爱你，你可以当成驴肝肺，没问题。只要我选择，我就爱你。问题是我可以不选呢，朋友，那是我的自由啊，那是我的自由意志啊。懂了吗，朋友们？好些人觉得我无条件的爱啊，别人欺负我怎么办？无条件的爱它不是一视同仁，朋友们，无条件的爱它是什么？它是自由的意志。无条件的爱是什么啊？我爱你是我的选择，我爱你我就爱你到底，这是我的选择，和你的情况没有关系，不会因为你怎么样了我就不爱了，但是我爱不爱这是我的选择。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选择，但是跟条件没关系，能懂这意思吗？我爱就是无条件的，我爱你的原因不在你身上，我爱你你可以不回应我，没问题，对不对？我爱你你可以不知道，没问题，懂这个意思了吗，朋友？我爱你和你没关系，不在你的
你任何事情不在我爱的条件里，但是我有我的自由意志，朋友，爱有自由意志。所以说爱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能量。爱意味着什么？能量频率的一个层级。那我的能量和你的能量频率不在一起啊，那我就给你自由意志嘛，对不对？放你自由嘛，让你做你自己嘛，我不干涉你，不影响你，我远离你，这也是一种爱，对吧？爱不是意味着我非得怎么着，非得什么怎么舔狗啊，什么冷脸热脸贴冷屁股啊，跟那个没关系，朋友。无条件的爱不是让你一视同仁，不是让你去当傻子，不是让你去打扰别人，也不是让你怎么忍气吞声，跟那个都没关系。无条件的爱首先尊重自由意志，但你得先有啊，你得先有自由意志啊。如果你的自我意识一直在被捆绑，一直在被道德绑架，对不对？一直在做那种不得不假装爱的事儿。注意我的用词，不得不假装爱。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无条件的爱，你感觉你会被欺负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不得不假装爱？你是不是一直在干这件事儿呢？然后你以为无条件的爱是这个呀？朋友，不要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不要用你原来的那种对爱的那种偏差的扭曲的理解去理解这么伟大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那是非常强大的，那是充满智慧的，那是有自己的立场的。无条件的爱是大爱，它不是小爱，它不是会被道德所束缚的，不是被世俗东西所束缚的，不是会被别人所绑架的，不是被勉强的。无条件的爱是至高无上的自由意志。朋友懂了吗？朋友啊，懂了吗？你尊重别人的自由意志，同时你得尊重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啊！好了，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后边再讲。今天讲的东西太多了啊，大家慢慢消化吧，好吧？伙伴，我尽力了，伙伴们，好吧？耶稣爱我们每一个，我们下次再见。我是美食家船长 C1， 阿们。心心念念，曾是独一无二。路灯洒在头顶，变得更加清晰。尘土和植物，某个路标，向左向右。月亮总是暖暖的拉长影子，它也在偷偷传递很多信息。瞬间再也没有总是怀疑，过了很多四季，你知道一切都更好了，一下子卷出翅膀，更加用力的拥抱呼吸，伸手输入神奇的密码。总会发现这个隧道通向各处世界，在哪里进行升级？一夜之间，这隐形的养料充满宇宙，静心流动，看看你我。月亮总是暖暖的拉长影子，它也在偷偷传递很多信息。瞬间再也没有任何困惑，很多人做不到是啊，他们总是怀疑。过了很多四季，你知道一切都更好了，一下子追出翅膀，更加用力的拥抱呼吸，伸手输入神奇的密码。总会发现这个隧道通向各处世界，在哪里进行升级？一夜之间，这隐形的养料充满宇宙，轻轻流动，看你我。原谅你我过这里，也重复同样的动作，过去和未来在何必？
何必？